Hello， 大家好，再一次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，我是 Watchmaker Andy， 今天来到带大家去看有关最新劳力士机芯3235的这个机芯的问题。很多网友或者很多朋友来反映说，为什么这个最新的机芯常常会有走时偏慢的现象？那这个是不是一种常态呢？那除此以外，也有网友反映说，这个手表或者这个机芯上调的时候感觉到不是很顺畅。那劳力士在研发这个3235的这个机芯呢，在之前这个3135已经沿用接近3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。我相信这30年的左右也足够他们在准备另外一个机芯，就是这个3235的机芯呢。在这个漫长的研发当中呢，我相信他们在整个检查或者是这一个 QC 或者在研发或者在设计方面，一定有他们很严谨的或者说很严格的这个 SOP。 最后还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今天还是发生了很多有关这机芯3235的事件，特别是走时偏慢的这个现象出现呢？好，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去看。那以下纯粹是我个人 Andy 的一些个人想法，在过去我做维修的一些经验，因为同样的这个问题一样出现在这个3035的机芯身上。好，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看。自从劳力士3235面世之后呢，就获得了很多的专利，包括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全新镂空擒纵系统。它主要是用一种特别材料而制造成的。除了不受磁场干扰以外呢，它与传统的这个擒纵系统不一样的地方，它的重量是以前的一半。它的原理就能够把发条所发出来的动力发挥的比以前效率提高。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优点，也可能也是个缺点。由于这一个擒纵轮的太轻，会不会导致而产生溜齿呢？那到底是不是同样的原理能够影响到它走时偏差呢？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劳力士非常聪明，把原有的这个发条盒的内侧做了一个修改，透过发条盒的改进，大大的提升从48小时的动力储存到70个小时的动力储存。当然，这也是必须配合齿轮的这些修改。劳力士的这一个机芯甲板的设计偏向厚实，所以这样的设计才能够稳固，才能够完全的把发条盒的能量传送到齿轮系统，一直达到这个擒纵系统。在这里顺便也让大家普及一下，发条的专利目前是属于 Schwarzkopf 所拥有的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的发条的研发或者这个制造都需要透过这 Schwarzkopf 当中的一个制造厂。那有关的这些材料、品质管理、生产过程，劳力士是不能够去真的完全去掌控或者掌握的。过去劳力士的发条是有软硬之分，那会不会导致这个走时偏慢的这个原因呢？好，第三点，我个人觉得比较有可能性的就是这个游丝，一般我们称为 hairspring， 这也是劳力士新研发带有抗磁而突破的。那整体设计和以前3135的摆轴那一个游丝是有大同小异的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3235的摆轴，一般我们称为 balance stop， 现在的3235的游丝是和这个摆轴焊接一体的，和过去3135分开是不一样的系统。那如果这一个焊接在后期处理不成熟的话，那可能产生一些微小的松脱，哪怕是一个0.01的 mm， 只要有微小松开，那就会导致走时偏慢。为什么我说最有可能性呢？因为劳力士出厂的 SOP 经过这几十年来的把控，我坚信他们把守非常严格的这个 SOP 才能够出厂的。但是如果后期游丝，一般我们称为这个 hairspring，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，就有可能产生走时偏差。如果出厂的时候这个游丝还是完整或者说完美的情况之下，测试或者检测肯定是通过了。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，如果是这个游丝开始出现刚才我所说的那种脱落的现象，我这样的一个理论就能够成立了。
如果网友你们手头上的这个劳力士是这一只3235的机芯，那经过你们这一个劳力士维修中心处理过后呢，还是出现这样同样的这个问题呢，那我相信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了。因为一般他们在处理这一个快慢的这个问题呢，他们只是做个快慢调节而已，而没有真正的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。我也相信在劳力士官方也不会对外公布内机芯存在的这些问题。那这些是我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想法，希望我这些的一个小小的见解跟分享都能够帮助到大家。好，有关劳力士的这一个问题呢，基本上劳力士官方给大家的一个解说，就是说有关的这个问题已经透过更换零件处理好了，那请大家安心使用。有关的这个发条这个可能性呢，可能就50%，因为它需要比较长的这一个直径来到去延缓它的这一个 power reserve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材质或者说这个软硬度掌握不好，有可能到后期的时候这个走时会有一点影响。可是我还是觉得我第三个的说法会比较是接近的，因为油丝这一个东西在出厂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因为他们透过一个严格的 SOP 检查之后才能够出厂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的这个 QC 可能不止一次 QC， 可能2次 QC， 可能这更多的 QC， 他们在他们标准的这一个走时偏差里面的这个 tolerance OK 之后呢，出厂。到了这个我们消费者手上，可能有一段距离跟一段时间，是不是刚才前面我所说的，因为烧焊的问题，时间一久了，开始有点点的松脱，可是这东西也不是用肉眼能够看得出来的，因为当时QC 的确走时是 OK 的，没问题。可是，在后面呢，我们放在这个快慢检测器里面，的确是看得到整个走时是偏慢的。那证明说什么呢？如果一切都没有问题，重点应该就在这个百轮油丝上面了。所以我个人还是偏向这一个百轮油丝上有一点点这个瑕疵，但问题不大。我相信这个劳力士很快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。好了，我以上这些纯粹个人的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，别忘记继续来到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 Watchmaker Andy， 那别忘记了开启下面的小铃铛。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